一个燃着的烟头掉进曹飞的衣领，曹飞会怎么做？多年前，曹飞曾打中我的右眼。多年后，我成了一名旅游博主。这个秋天，我来到了昆明。昆明城区有个很小的公园，叫翠湖公园，因为一句著名的话而出名。这句著名的话是：没人会在翠湖公园自杀。现在的翠湖公园成了许多人心中一个不会有痛苦的地方。传说这里有很高的能量，任何人的精神都会得到治愈。来到翠湖公园附近，我买了一个油饼，包裹它的草纸很正宗，带着一些青草的气息，味道是很不错的，只是草纸的口感有点硬。公园门口的广场舞大妈是全世界最乐观、最热爱生活的群体，他们的灵魂是透明的，他们不管国际地缘博弈、全球气候变暖，只管云淡风轻、花开富贵。与之对应的是那些整天苦大仇深、鬼迷日眼的老头，人生的长度就是从这里拉开了距离。我走进翠湖公园，看到了翠绿的杨柳和翠绿的湖水。自1985年起，每年冬季有大量海鸥从西伯利亚飞到翠湖栖息，于是冬春时节，上万只红嘴鸥在这里云集。看来这里不仅温暖个人，也温暖个鸟。我在翠湖公园并不完全是闲逛，我要寻找它具有高能量的原因。为什么很多网友都说来到这里就能感受到心情安定，变得更加乐观？我的镜头总是试图捕捉那些积极的、向上的、热情的人或物。我认为人的一切沮丧、迷茫、失落都源自于害怕。我最近的精神修炼就是想要解决害怕。我总是默念2句话，第一句天塌不下来，第二句天都塌了，还有什么怕的？不要怕未来的结果。如果你现在正在变秃，你心里就应该清楚，是秃子终究是会发光的。秃了又怎么样？就算没钱植发，没钱买假发，还可以剃光头，用壮士断发的胆魄和瞒天过海的阳谋对抗这发亮的纠结和突然的现实。一个国家还有兴衰轮回，但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自己的衰落。在一场清凉夜雨之后的琐碎清晨，朋友老 K 发现自己连续3天没有晨勃，他连抽3根1916，然后发了一条朋友圈：青春散场。我安慰他，没有异地过的男人不足以谈人生。老 K 突然眼睛一亮，问我怎么会有这个感悟。我一愣，赶紧说，我有一个朋友，是他说的。老 K 较真地问，是具体哪个朋友？我说就是在合肥做跨境电商的杨威。老 K 点燃一根烟说，你这个朋友如果存在的话，我想和他交个朋友。我迅速做斩钉截铁状，包存在的，包存在的。老 K 让我想起了作家海明威。海明威一生要强，是个猛人，打猎、斗牛、深海捕鱼样样来，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被炮轰、被枪打，身上弹片没少流，还敢跟狮子正面刚。他来过中国，在广东韶关还亲手杀过日本哨兵。他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最终他也是用生命践行自己的这句名言。据说当老年的海明威发现自己不举后，举枪自杀。回想老 K 的经历，也有几分海明威的狂妄。老 K 当年找工作写简历，爱好一栏填的是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没想到被老板破格录取，理由就是我们公司就缺这样会吹牛逼的年轻人。1年后，老 K 能和老板结伴去成都出差时，一起去做大保健。这样的人不成功，谁成功？有个段子说，中年人有多苦，悟空一样的压力，悟能一样的体型，悟净一样的发型，唐僧一样的脆弱。换一个角度，悟空一样的能力，悟能一样的心态，悟净一样的成熟，唐僧一样的坚韧不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乐观一定会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但段子一定不要信。此时我坐在翠湖的旁边，看着那些身着华服拍照的女士，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度思考。虽然女士们大多都很情绪化，不太讲道理，但同时也确实可爱，而且还很好看。最后你问我有没有找到翠湖公园能量很高的原因，我只能说是以讹传讹罢了。没人会在翠湖公园自杀，出自汪曾祺的散文《翠湖心影》。他写下这句话的原因很务实，翠湖的水极浅，最深处也不过其腰，根本淹不死人。文中还提到一个趣事，有位广东籍同学因失恋投湖，结果在水里走了一截就爬了上来，既因本就未下定决心，也源于湖水实在太浅。翠湖公园所有的能量就来自于作家无心插柳的一句话，看起来有些可笑，
但实际上，现在的翠湖公园可能真的存在这种能量，因为当所有人都认可这句话之后，相当于是大众在给翠湖公园赋能。当安慰剂效应的受众足够大时，它不但可以精神治愈，而且真的可以有一定的肉身治愈功能。毕竟乐观和心情愉悦能够提升免疫功能，免疫功能提升对治病当然有好处。翠湖公园的对面是著名的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这里是免费参观。刚进去就听到导游在讲冷知识，他说黄埔军校最早的军歌曲调居然是两只老虎的旋律。我发一小段歌词，大家可以试着唱一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两只老虎其实根本不是中国歌，它的旋律源自法国童谣雅克兄弟。在操练场上，几个穿着当年学员军装的演员吸引了我的追拍，旁边有个粗心的姑娘在奔跑中个人生活用品掉了一地。这种情形让我想起了经常出现的梦境。走到人潮汹涌的场所，我发现自己居然只穿了个内裤，还是三角的那种，然后既羞愧又后悔，我怎么这样就出了门？我想这恐怕是自我对不合理决策的警告和反思。回想起来，我经历过的那些羞耻的事情都是在拓宽人生的宽度。但被曹飞打肿右眼那件事，我真的很气。云南陆军讲武堂创办于清光绪31年，1907年、1909年正式开学，在26年独立办学中培养了朱德、叶剑英、周保中等300余名将帅。他们在中国近代的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抗日战争等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上将40余名，中将120余名，少将130余名。更令人称奇的是，这些毕业生中还有韩国首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李范世、越南临时革命政府主席吴海秋、朝鲜人民军总司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元帅等。威风八面的广州黄埔军校受云南讲武堂的影响也很深。黄埔军校1924年创办时极度缺乏师资，云南陆军讲武堂派出大批师生担当核心力量。教官中，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占 60%， 毕业生叶剑英更是担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黄埔军校所用的教材有许多来自于云南讲武堂。不过这两所军校后来的发展却非常有趣。云南陆军讲武堂在1935年变成了黄埔军校的第5分校，相当于当年扶植提携小弟的老大哥，最后却成了小弟的小弟。昆明之旅的最后一站，我来到了滇池。每到秋天，总有一种清冷的情愫，一个似是而非的恋人，一段似是而非的爱情。月光正在踏碎刚泛上的露珠，秋天多好啊！他甚至纵容野火。有一个观众给我发私信，说他是个博士，在给5个女主播刷了30多万后幡然醒悟，觉得应该看点高质量的内容，现在是我的铁粉。我说老铁，你给我打赏一个6元最低消费，鼓励一下啊。博士说下次一定。这个时候我才醒悟过来，博士的观点是错的，博士的钱才是对的，能让博士付钱的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内容，而我的内容真实价值连6块钱都不值。最后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燃着的烟头掉进曹飞的衣领，曹飞接下来会怎么做？他淡淡的说了一句：完了。天晴时候，风拂为海面，季节闭上眼睛，心情在麦田里的咖啡店，从头来过，或者再次遇见海底的烟，或者海上的闪电，都不影响飞行的海燕。海中的孤舟要驶向理想的宫殿，劈开海浪的疯癫，笃定地向前。散落的我们，穿越过春天和秋天，波动危险的新鲜，不停止改变。
己尝岁月的苦甜。生活落下，或者时间发芽，激情爆发，或者为你的变塌，我只需要说一句来吧。海中的孤舟，要驶向理想的宫殿，劈开海浪的疯癫，笃定地向前。我们的自己，穿越过夏天和冬天，呼吸清风和星光，直到最后一天。我们的自己，穿越过夏天和冬天，呼吸清风和星光，直到最后一天。